Hello，一个星期又过去了，我现在觉得时间真的过得非常非常的快，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就像白驹过隙。白驹过隙呢是一个成语，它表达的是时间就像是一匹白马从缝隙前，飞奔而过，嗖一下就没有了。那我们用这个成语来表达时间过得非常的快。有一个看我视频的美国朋友，他这样评论我的视频，他说呢，看我的视频就好像是跟一个就好像是听一个老朋友在跟他聊天，我非常喜欢这个评论，确实是这样。现在每一期视频，我都会挑选一个话题。一般来说呢，我只是列一个提纲，大概的想一下我准备和你们说什么，然后呢就开始对着镜头，就说就表达。所以呢，就是你们可能就是如果语法非常好的朋友呢，可能会发现，我说话的时候也并没有非常遵守语法。当然了，就是中文的语法在口语当中并不是那么严格的。就是有些话你可以这样说，也可以那样说，是非常多变的。但是呢，我会觉得，就是你们在我的视频里面是可以感受到最自然的、最纯正的中文。如果你有中国朋友的话，你跟他聊天，你就会发现跟看我的视频是没有什么两样的。而且有的时候我回看自己的视频，我会发现在视频里面我非常喜欢用的一个词是然后，然后怎么怎么样，然后怎么怎么样，没有办法，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控制，因为然后可能是我的口头禅。但是呢，这其实就是真的，就是我平时说话的时候，我也会一直说然后，不过呢，就是在我的视频里面，你们一定是可以学习到很多有用的词汇和表达方式。所以，如果你想，就是提高你的听力或者提高你的口语水平的话，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我每一期的更新，谢谢你们。好了，广告时间结束。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一个问题呢，就是手机上瘾的问题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。对于我来讲，我是非常依赖手机的。就除了手机上一些基本的用途以外，就比如说打电话、发消息。我还会用手机，比如说学习法语，我下载了很多学习法语的 APP 到手机上。然后呢，我比如说出门我不认识那个地方，我就会用手机 Google Map，去查阅路线。或者呢，我还会用手机银行，就比如说我在手机上面转账，或者是还信用卡之类。当然呢，我还会用手机看视频，包括我现在做 YouTube 视频，我也用手机来制作。还有就是买东西订外卖，我也是用手机的。所以就是我感觉自己真的是非常离不开手机。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会用脸书，或者是微信，或者是 WhatsApp。跟我的家人朋友联系，比如说我跟我妈妈，就是每个星期我们都会用微信聊视频，这样子。在上海呢，有很多地方都是可以手机支付的。就比如说你去超市，去餐厅，或者是甚至于你去乘地铁，乘公交，都是可以用手机支付。你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就可以了，真的非常非常方便。所以在上海呢，你出门。你可以不带钱包，但是你不带手机是万万不能的。
现在我相信大部分的人用的都是智能手机，但是我有看到我的一个法国朋友，他用的是非智能手机。非智能手机呢，就是只有打电话和发消息的功能。我觉得非智能手机现在在中国都已经被淘汰了吧。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他用这个手机的时候，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。但是呢，他跟我讲，他用非智能手机，就是不想让自己在手机上面花太多的时间。听到他这么讲呢，我就开始反省一下我自己用手机的习惯。我发现自己每天在手机上花的时间真的是很长。可能我每过半个小时就会打开手机去看一下有没有人给我发讯息，或者我的朋友有没有更新他的动态。或者有没有人给我的朋友圈点赞或者评论之类的。你会发现每一次你做这些事情，你可能花的时间都不是很长，可能就2-3分钟，但是由于你就是频率实在是太高了，你一天累积下来的时间其实都真的是很长。加拿大的McGill 大学以前做过一个试验，它就是让参与试验的人呢关闭手机的提示音，就是把手机调到静音，看一看这样一个小的变化会不会减少每天看手机的时间。然后1个星期过去了，反馈是这样的，就是有一部分人呢确实因为他关闭了提示音就减少了看手机的时间，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们因为关闭了手机的这个提示音，反而增加了他们看手机的时间。因为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当没有提示音的时候，可能人就会不自觉的，每时每刻都想要去查看一下啊，有没有新的讯息啊，有没有新的更新动态啊之类的。我自己也尝试过。我关闭提示音，就是把手机调到静音，我看一下自己的情况是怎么样。然后我发现呢，我是那个减少了看手机时间的那一部分人。我确实发现，就是我关闭了手机的提示音，我自己能够更加专注于我自己在做的事情，就是比较少被打扰，比较少分心这样子。所以呢，现在我的手机是一直是处于静音状态的。为了减少自己看手机的时间，我也减少了自己发朋友圈的频率。这是我第2次提到朋友圈。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明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。如果你用过微信，你就应该知道，朋友圈呢其实是微信里面的一个功能。你可以在朋友圈里面发你的照片，分享你的心情，分享你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等等。其实呢，功能是跟 Facebook 也差不多。如果你用的是英文版的微信呢，可能这个功能叫 Moment。但是中文版的我们叫朋友圈。发朋友圈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把你的照片或者是你的故事分享到朋友圈里，这个过程这个动作叫发朋友圈。我为什么减少自己发朋友圈的频率呢？是因为每次当我发了朋友圈，我就特别想要得到别人的关注，我就特别想知道啊，有没有人给我点赞啊，有没有人给我评论啊，他们评论一些什么呢？所以呢，就是每次当我发了朋友圈以后的几个小时内，我看手机的频率就明显的大幅度的上升。所以为了减少我自己在手机上浪费的时间，我就减少了自己发朋友圈的频率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
而且现在呢，我在Messenger 或者是微信或者是 WhatsApp 上面收到的讯息，如果不是特别重要的信息，我也不是及时回复的，我会尽量把这些信息放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回复。那我每天就是这一段时间我来回复这些信息。当然了，这个方法是不适用于谈恋爱的。因为如果你用这种方式谈恋爱，你不及时回复你恋人的信息的话，我觉得你们可能离分手也不太远了。我想问大家，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也有手机上瘾的情况呢？你们是怎么来对付这个手机上瘾症的呢？欢迎你们在留言里面告诉我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感谢收看，拜拜。